大家好，早上好。我刚吃完早餐，今天是在台湾的第4天，是我最后的天在北投。我会大概10点、11点出发去9份，所以我出发之前想去逛一逛北投公园。然后他们那边的自然温泉，我其实昨天已经去看了，但是没有拍视频，所以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看的。好的，咱们出发。在这里，我真的要夸一下台湾。哇塞，这个公园也太漂亮、太干净了吧！还有很多可以休息的地方，可以坐一会儿，吃点东西，看看书，真的太棒了吧！我甚至还看到一只超级可爱的小乌龟在晒太阳。我觉得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想当一只住在这个公园的乌龟，太享受了。有台湾人能不能告诉我这些鱼叫什么来着呢？这些桥真的做得很漂亮。那天的早上是我在台湾度过的最美好的早晨之一，大概18度，又是大晴天。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树吗？它3月开花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北投有很多历史，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我可以分享一点我知道的部分。北投因为天然温泉很有名，这里的温泉来自阳明山的地热活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也把北投发展成了温泉区。是不是日本人超级爱泡温泉那所以现在这里还能看到很多日式建筑和温泉文化的痕迹。北投公园其实还挺有感觉的，沿着小路走一走，很安静，还有一点温泉的味道。公园里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你现在就在看它。它以前是公共浴场，现在虽然变成博物馆了，但里面还是保留以前的样子，木头的空间、榻榻米都还在。走进去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有点像回到以前一样但我没有进去，所以这是我听说的吧。这里的水之所以这么清澈泛蓝，是因为来自阳明山的地热温泉，经过地下岩层过滤，而且周围环境保护得很好。附近有很多店和房子，但大家好像都很注意保护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持得很好。觉得北投可能会进我的理想退休地点清单，你们觉得呢？
你们会喜欢住在这里吗？我还很幸运的看到一些樱花在开，至少我觉得那应该是樱花吧。我很喜欢这座桥上的艺术设计。从北投公园一路走过去，就到了北投地热谷。我觉得附近应该还有一些步道和花园可以逛，不过那天有点累，还要赶去九份，所以就只在这边走了大概2个小时。入口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手水池，可以在进地热谷之前先摸到温泉的水，感受一下温度，挺热的吧。我到的时候还太早，还没开放，所以就在附近等了一会儿。结果开门的时候，我就居然是第一个进去的。地热谷里面还有一家小咖啡店可以逛，不过这段时间我咖啡因摄入有限，所以就没有进去。不过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喝的。山谷里的第一站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石头做的座位也会被温泉的日气烘得暖暖的。我想冬天来的话，应该会特别舒服。你看这些蒸汽就知道了，这水真的超级烫。
这个可爱的小座位是给情侣坐的。这个瀑布据说是属于一位女巫的，而且据说如果够幸运的话，还有可能看到它。我注意到上面有一些管道，好像是把水再引回到上游的温泉系统。我有点好奇，这里是不是有某种雨水回收或循环利用的机制，还是只是用来调节温泉水的流动？不太确定，但我感觉整个系统设计得很环保，也很有秩序。地热谷就到这里啦。离开的时候我还挺好奇，旁边那栋公寓楼住在哪里，大概要多少钱？逛完地热谷和公园之后，我去了北投市场。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台湾市场，而且我觉得好像只有早上才开。我本来很想试一下杨桃，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一盒卖4个。作为一个独自旅行的人，我根本吃不完4个。后来有一个水果摊的老板人特别好，他直接卖了我1个，还帮我切好，甚至加了一点盐，说这是当地人的吃法。那应该是我吃过最清爽的水果之一了。这就是那家水果摊的照片。在去9分之前，我还去试了台湾的胡椒饼，我在这家店买的。我必须说，这是我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外皮很酥，里面又多汁又有一点甜味。附近的公园还有可以免费泡脚的温泉池，这个地方真的很有活力。我一边吃着胡椒饼和水果，一边看着这边很美的风景，真的很享受。谢谢大家看今天的视频。下一支视频会是这一天的第2部分，就是我去9分的行程哦。拜拜，下次见。